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。最近有网友私信我，冰箱压缩机如何加冷冻油？今天我就现场给压缩机加一次冷冻油，这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这个是一个用压缩机改装而成的打压抽空泵。大家都知道，这种泵用时间长了，里边就会缺油，需要定期补充。而且时间长了，冷冻油里边就混入水分了，这样冷冻油就会乳化。时间长了就会把压缩机的气缸磨损了，所以这种打压泵用个一段时间就需要换油，相当于汽车换机油是一个道理的。这怎么换油比较快呢？首先咱们准备一个空的塑料瓶子，然后把压缩机残留的油全部倒出来。倒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吸气口倒，因为这个吸气口直接连到压缩机的外壳上了，而压缩机的排气口这儿你是倒不出来的啊，这里面连着气缸。压缩机的冷冻油就是在这个外壳的底部浸泡在线圈上，所以倒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压缩机的吸气口倒，才能倒出来。倒了半天也没倒出多少啊，这个油已经不多了，而且这油的颜色比较深，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啊，所以这个油时间长了必须要更换。油倒完以后，咱们就要重新加油了。一般我就会买这种桶装的冷冻油，这种桶装的冷冻油上面有型号的啊，分压缩机的型号，134A、404、407、410，用这个油。还有一种上面写的是 R600A 的，那个就是专门是加600A 压缩机的。因为我这个是打压泵，无所谓，我正好有这个冷冻油，就给它加进去。加冷冻油如果直接往上加，你是加不进去的啊。加的话是需要方法的。首先咱们找了一根报废的加氟管，这个管我这儿有很多，因为这种管一般用个1年左右就需要换新的了，用时间长了它会老化漏气，所以1年左右就换了。但是这个管还有另一个用途啊，用它来加注冷冻油。怎么加呢？首先把这个管从中间给它切断，因为这管太长了。切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拿剪刀直接绞断就可以了。剪断以后，把一头的螺母拧在压缩机的吸气口上，拧紧以后，把管的另一端插到冷冻油中，这样压缩机通上电以后，依靠压缩机自己的吸力，就可以把冷冻油吸到压缩机中了。现在咱们给压缩机通上电源，然后让它自己吸。这个吸力特别大，一会儿就把油吸干了啊！现在油已经加的不少的了，塑料管中残留的油，压缩机也能全部吸进去啊，一点不浪费。而且压缩机的排气口是没有油排出来的，如果这儿有油排出来，就说明压缩机的气缸性能不好了。说白了，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烧机油了，机油窜到气缸中了，这个地方就往外排油啊。正常它是不排油的，我吸那么多它也不排油，油是在这个压缩机底部，它对压缩机气缸和线圈进行降温和润滑。这样吸完以后，咱们把压缩机的电拔下来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把这拧下来，只要这个泵里边的油定期更换，这个泵一般用个10年8年它都不会坏啊。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压缩机打压泵加注冷冻油的过程，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冰箱压缩机，这个压缩机的冷媒是 R600A 的。那么这种压缩机怎么加冷冻油呢？有2种方法，首先肯定还是要焊一个单向阀。因为你加冷冻油肯定要重新加氟，焊个单向阀比较省事。然后还是把刚才准备的塑料管接到这个单向阀上，道理是一样的，但是只有一点区别啊。如果这种压缩机要加冷冻油啊，首先还是把里边的冷冻油全部倒出来，倒出来以后，然后根据倒出来的量再往里加注，防止冷冻油加多，一般比倒出来的量多加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一点要注意，如果冷冻油加多了，压缩机会过热的。这个油不是越多越好的啊，再加多了就会排到管道中。这是把压缩机拆下来的情况加冷冻油。如果冰箱的压缩机没拆下来怎么加呢？还是在这个地方焊个单向阀，那样因为压缩机没拆下来，所以就不能把原来的冷冻油倒出来，就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微补一点就可以了。补的时候也不用补的太多，也就补50毫升左右，基本上就够用。
以上就是3种情况下加冷冻油的过程，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？如果还有不明白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一起探讨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